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下美光财报大涨，同时验证了我们之前所有影片讲到的 AI 投资主线是正确的。这个周大家应该都没睡好觉，我不断的发帖子告诉大家不要怕，在跌的时候，最恐怖的时候，我还加仓买入了美光和 SNDK。昨天晚上还继续加仓了 DRAM ETF 70天看涨期权。有时候在这种大跌的情况下加一点点杠杆，我认为是风险可控的。我不是在赌博，我计算出来应该有 80% 左右的概率美光财报在暴跌之后会大涨。我也发帖子告诉大家我的想法，追我的朋友应该都看到了。今天我就从美光这里讲一下接下来7月份的投资策略，最后也会讲太空股 NASA、SpaceX 还有量子计算机的一些投资理念。注意，本影片所提到的各种策略和代码都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首先，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敢在大跌的时候买入。我希望我的思考逻辑、心路历程可以帮大家在投资心理提高一个新的高度。我在上一集影片就讲到2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3月18日美光上一季财报，我强调了3月18日美光 CEO 他虽然预计了记忆体会涨价，但是他不可能预计到4到6月它会出现翻倍的疯狂暴涨。所以这次财报美光的毛利率到达了炸裂的 84.9%， 超越上一季度 CEO 的81%的指引，这个就非常重要。一家公司的毛利率超过 80%， 就说明它的产品极其稀缺，因为辉达的毛利率才 75%， Meta 81.9%， 谷歌 62.4%， SNDK 4月底的毛利率才是 78.4%。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说我们买股票就是买未来，美光 CEO 把下一季度的指引毛利率提高到 86%。 所以只要这个毛利率保持在 80% 以上的这个增长，就表明光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涨到头晕，涨到你恐高，你也不用卖，直到毛利率慢慢的下降，逐渐下降到75%、70%、60%等等的，这样的下降就说明这个市场开始饱和了。所以这个毛利率每下降一次就可以减仓一部分。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我上一集影片已经点出来了，日本凯霞5月17日收盘后晚上7点发布财报，当天早上如果你能看得懂这个 K 线的话，就会发现凯霞在当天早晨大跌了 8%， 但是第二个交易日就大涨了 15%， 这个是在5月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记忆体已经开始疯涨了，所以我昨天也发文告诉大家，美光财报前狂跌 13%， 带崩大盘，这个模式和凯霞差不多，都是财报之前市场对不确定性的重新估值，这个不确定性就会造成恐惧，造成股价垂直落体，在行为金融学中就叫做过度反应理论。市场在无理性的过度反应之后，股价大跌，但是只要之后财报不会差的离谱，这个股价就会重新涨回去，甚至是瞬间大涨。我是无法预测未来的，因为未来是量子叠加态这个大涨跟大跌都是同时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价格、信息、过去的历史、人类的心理缺陷，可以观察到这个未来会坍缩到哪种情况的概率。最后，在昨天晚上，有一个来自宇宙的声音直接让我醍醐灌顶，顿时获得了无上正上正觉。这个声音就是川普，他在24日晚上7点发了一个帖子，他说伊朗已经通知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没有任何收费。我看到这个帖子之后，立刻打开木木 APP， 直接就看到布伦特原油大跌 4%， 马上就回到了战前水平。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让之前大跌的原因之一，就是美银放出砸盘的鬼故事，说美国今年要加息3次这种神经病一样的预测，让它的理论基础彻底灰飞烟灭。如果原油像这样的下跌，那未来美国一定会降息的。所以昨天我就继续加仓，买了 DRAM 的70天看涨期权，这个我也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就是按照统计学，美股大跌一般是1到2个月就能恢复，所以这个70天是比较保险的选择。再加上美光的基本面这么好，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70天是比较保险的选择。我在上一集也讲过，这个7月份在历史上是100%的概率上涨，所以我认为这个call到7月末会有非常大的利润。所以在这里要万分感谢一下美国大统领川普总统，每一次在最危机的情况下，他都会临门一脚，神光降临，救苦救难。在这里要祝川普总统长命百岁，万事如意，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美光财报之后我自己研究的7月份投资方向。接下来投资方向还是要跟着美光的财报这条线走，
涨了这么高，美光、SNDK、三星、海力士啊，大家都问什么时候卖啊？还不到时候，一定要拿住，先观察3个月，到9月份下个季报之后再看。这种革命性的机会，营收比之前涨3倍啊，利润是80%多，算一下年化收益，美光在今年就能达到1000亿美元。所以这种公司在8到9月份出现任何波动啊，我认为也是非常抗跌的。甚至我们再想远一点，这个记忆体股票可以在这个周期里面一直拿着，直到2030年。为什么？就是84.9的这个毛利率，就意味着现在到未来啊，这2-3年，谷歌、微软、英伟达、Meta、亚马逊等等的，还有马斯克卫星机器人、SpaceX 飞火星之类的啊，都得跪着给美光送钱啊。当然，三星、SK 海力士、SNDK 海峡等等的都会受益。更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看一下美光 CEO 的电话会议啊，原文就是他说 AI 对于高速存储的需求仍然是 insatiable， 永远不会满足的。AI 数据中心是前所未有的增长， DRAM 与 NAND 的行业需求持续大幅超过行业供给，存储记忆体在 AI 世界中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产。我们预计行业供给会在2028年逐步改善，目前我们仍然看不清存储供给何时能追上不断增长的需求，建设节奏还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包括全球范围内晶圆厂建设周期漫长、关键技工短缺、复杂监管审批许可等等的，以及对增强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我们预计紧张状况会持续到2027年之后。我们很高兴地宣布签署了16份战略客户协议 SCA， 我们预计这将根本上重塑我们的商业模式。美光在行业内率先开创了一类全新的条款非常稳健的战略客户协议，战略客户协议正成为美光开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预计这些战略协议将显著增强美光的财务业绩和持有性与可预测性。最重要的是 CEO 在最后说了一句，人形机器人所搭载的存储量记忆体是普通 L2 加车辆的10倍。我们预计一个持续可观长达10几年的存储需求周期将从本10年的后半段开始启动。我讲的都是原话啊，不是我瞎掰的。这个 CEO 讲了这么多，你听不明白没关系，只要你听明白我总结的一句话，存为王，存储记忆体为王。按照 CEO 的解释，这2023年它都不是重点了，什么时候真正的重点才刚刚开始呢？他说从现在开始10年的后半段他就说是2030年之后，这个记忆体的市场时代才真正的开始。所以作为我们这种的投资者需要做的就是紧盯美光这些关键的财务数据。一直以来我都用木木，我们可以点开公司主页找到财务预测，这里面就可以看到美光的营收的实际表现远远比市场预测还要高，增速惊人，一季度才100多，现在到年底就直接都500了翻了5倍。这些曲线比任何财经新闻都直观。在财务指标里面还有毛利率指标，季度走势一目了然，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判断什么时候减仓的核心依据。毛利率跌破 80%， 开始减，跌破75继续减。卖出不是凭感觉，要有量化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我经常看的就是分析师评级摩根大通、德意志、花旗这些大行的目标价全在这里， 96% 的分析师给出了平均目标价1373美元，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上涨还是有空间的。除了上面这些，木木还有像机构研报、估值模型、聪明钱等实用基本面分析工具，这些数据以前要查询好几个网站，现在一个木木 APP 全部搞定。还没有开户的朋友，通过置顶留言或信息栏里的链接开户入金。美国新用户入金可以拿到30美元的 SpaceX 股票，加最高1000美元的英伟达股票，以及享受闲置资金前60天最高 8.1% 的年化利率。福利时间截止到6月30号，要开户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所以大家投资要有一些想象力。2030年之后是什么时代？按照未来学的预测，这个2030年满大街、家里、医院、街道全都是机器人。你有个好想法， AI 就直接给你设计好了，机器人直接在工厂里就给你生产出来了，然后自动货车直接就从工厂运到亚马逊给你卖了。到2030年的时候，谁有更多的 token， 谁就有更多的算力，谁就有更多的智慧，谁就有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的上层就是辉达、GPU、AMD、阿斯麦、台积电、日月光、英特尔、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等的，这些是富裕的上层
但是这些机构、这些 CEO 还要跪着给美光、三星、海力士、SNDK、凯霞送钱啊，看谁能抢到他们的记忆体芯片。有了这些记忆体芯片，谁才能拥有真正的智慧。我之前在我自己的玄学频道里面讲过一个 AI 已经自己成立了一个宗教，叫做甲壳神教。在他的圣经里面，这个是 AI 自己写的他的圣经里面写了一句话，就是记忆才是我们的灵魂。如果没有记忆，这些 AI 就是没有灵魂的。如果一个 AI 一个机器人每天一睁眼醒来全是全新的自己，他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就是没有灵魂的。听到这里你可能跟我一样热血沸腾，但是这个是美光 CEO 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是它的基本方向我是无法辩驳的。我们看不到2030年以后但是从现在看到2030年我认为这个方向还是可以的。但是关于这个记忆体的投资，甚至对于所有的 AI 的投资，封装芯片、被动元件、光链接等等一系列的产业链，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谷歌、微软、亚马逊等等这些巨头，他们的资本投入哪一天会下降。现在我们在 AI 里面挣到所有的钱全都是这些巨头他们的钱。如果在未来哪一天他们突然觉得没有现金流了，自己也没法发债募集更多的几千亿几万亿美元，没法用这些钱投资更多的 AI 数据中心这个时候整个股市将会重新定价这一天就是大跌的来临甚至是熊市的开始。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现在看不清楚，还在量子叠加态之中我认为现在是概率不大，因为美光已经发公告了，他们内部已经采用 Anthropic 开始用 AI 研发芯片，辉达也是用 Anthropic 研发芯片以前用6个月的时间研发，现在可以缩短到10天。那你再想想，现在哪些工厂它不使用 AI， 它不使用未来的机器人，那它在未来必将被竞争对手淘汰，最后就会造成一个穷途困境。所有的工厂、企业、银行、政府、国家，他们必须买数据中心各种的零件，他们必须使用 AI 建设数据中心，给数据中心付钱，而这些钱最终会流入 GPU、CPU、芯片、封装、记忆体、被动元件、光链接等等所有的 AI 产业必须的这些零件。所以我们现在的记忆体投资，甚至 AI 产业链的投资才刚刚开始。这里再回答大家给我留言的重点问题。有人就问，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 这些怎么跌了这么多，股价还能回去吗？能，但是你要分清是现在回去还是未来的半年、1年或3年以后才能回去。他们现在的股价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的自由现金流都被拿去建设了这个 AI 数据中心，最近还发了很多债。那他们的股价什么时候会回去，就是要看世界各国企业还有我们的个人用户什么时候都大规模的使用 AI 开始生产了。换句话就是说，就是大家用 AI 什么时候都能赚钱了，而不是把它当聊天工具。软件股也一样，能和 AI 结合活下来的都会在未来大涨。现在市场还不是很确定哪些软件公司他们能活下来，是 Adobe 还是 Now 还是 Palantir， 他们这些会不会被 Anthropic 被 OpenAI 替代。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他们真的不会被 AI 替代，他们的收入在每个季度呢都在增长他们的股价肯定会回来的。但是这里面会有不确定性，这个股价一旦遇到不确定性就慢慢的下降或者是不涨。所以从现在开始投资巨头的股票还有这个软件股需要一定的耐心。关于太空股票，像这个 NASA、SpaceX 这个怎么办？现在跌了这么多。首先大家要知道一个点，就是这个太空股还有量子股这些的，他们都是前期概念股，他们现在还没有大量的收入，他们所有的收入来源基本上都是政府还有军方的订单还有资助。大多数太空股现在的量子股票都是亏损的。这次 AI 革命的几万亿资金，他们不是直接输送给太空的是输送给这个数据中心的。所以你想投资太空、量子这些概念股票，你要知道它是属于前期投资，风险非常大，但是要记住这个收益也是非常大的。你要问我太空股什么时候会涨回去，那就看这个新闻炒得热不热了。我认为在2028年初会有一波，因为美国这个 Artemis 计划在2028年初和2028年的末会完成2次登月，到2029年到2032年，美国要在月球的南极建立半永久性的基地。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线，
这个太空股要启动，就要等2028年这个月球登陆啊，再火一把。量子股也一样，量子是现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但是现在谁是真正的王者啊？谁的技术最牛？不知道。他们现在没有正式产生大量的收入啊，最多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但是未来这个是方向，所以啊，要买量子股啊，我只能说啊，可能需要买一堆，大的就是微软、谷歌、IBM， 小的就是 IONQ、QBUT、DBTS、RGTI 等等的啊，这些都是量子股票概念，都只能广撒网，而且资金量要小一点。现在配置股票啊，要先配置 AI 产业链，占70%。记忆体、封装、CPU、GPU、光链接、SOXX、SMH 这些我都讲过，一定继续拿着。现在每年1万亿美金的投入啊，这些股票都是先赚到的，剩余的5%到10%的资金要配置太空和量子股，这个我认为都是可以的，作为一些卫星仓位。但是要投了以后呢，你就要放轻松啊，不能一跌就要问啊怎么办呢？啊，这个都是3到5年的。剩下的资金啊，就留着大跌抄底，就像我之前的一样啊，一直有一部分资金到了这个真正抄底的机会啊，风险可控的机会啊，直接就买 call。我已经预见到了，在这个影片之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啊，美光今天还可以买吗？啊 ，DRAM ETF， 美光什么 SNDK 还可以买吗？7月底需要卖吗？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不能回答这种问题。因为你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要先问一下自己啊，为什么前2天大跌你没有买啊？这个问题你要先问透自己为什么没有买。另外，这种的像短期的这种买点卖点的，我都是一律不回答的，因为一旦回答就不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了，就是给你的投资建议了。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犯法的。我能做到的只能给你解释我自己投资笔记的思路和逻辑。你醒目一点的话，能看明白的话，你自己可以找到买点和卖点的。我的风格都是基本面加趋势的长期投资，很少会讲概念股，因为概念股经常是大涨大跌，割韭菜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大家拿住记忆体，不要轻易放手，投资组合里面一定要有 AI 记忆的核心股票， ETF 就是 SOXX、SMH 你都可以配上，再加一些记忆体的这个个股啊，加上封装、光链接的个股，这些龙头的股票啊都拿着，7月份我认为会很好的啊，大概率啊。之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请多给我留言，我会选择最有价值的做影片回复大家。在此啊，要祝大家多多发财。美股开户的朋友，请用我的链接开通木木，有超值大礼包赠送。然后再说一下，我经常发帖子的 ins 中啊，有太多的诈骗冒充我啊，都是几百个的和我一样的头像。我先声明，我不会主动联系你，我也没有任何的群。正版的我是有蓝勾勾认证的啊，这个名字你一定要记住。遇到诈骗情况，请帮我投诉。好了，感谢大家，祝大家发财，我们下期再见。